印度空军的宝贝成了巴基斯坦空军的玩物，枭龙约会了阵风。那么新德里要怎么应付这种异域风情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根据土耳其一个新闻网站27号报道说来自巴基斯坦、卡塔尔、阿塞拜疆的空军到土耳其去参加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呢也是每年都搞，叫安纳托利亚之鹰。今年是安纳托利亚之鹰2021嘛，这么个联合演习。这个演习一搞弄的是印度相当难受。其实你只要看一看这个演习都是哪些飞机参加了，就知道印度为什么难受。巴基斯坦方面呢来的是5架枭龙，卡塔尔呢一高兴派了4架阵风出来，而阿塞拜疆那边呢派出来的是2架米格29。其实大家都有琢磨的事这个卡塔尔过来弄了4架阵风，土耳其挺高兴的。阵风呢希腊也买了，我们先拿阵风练一练，我们能够了解一下希腊空军的实力。结果呢巴基斯坦空军呢一看阵风来了也很高兴。你想印度空军装备的飞机有什么？正好是有米格29，有阵风，而且阵风呢是刚买到的，万般宠爱的时候结果呢没想到是土耳其做媒，让巴基斯坦的枭龙还有卡塔尔的阵风就在土耳其约会了一把，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这种演练。而且呢这个巴基斯坦飞行员呢还有机会是亲手体验了一下阵风的性能，这就等于是把印度的新宝贝献给了巴基斯坦当陪练了。倒是印度呢以后比较缺这个机会，他想好好了解枭龙性能，估计没有这个能力。至于说这个枭龙跟阵风之间有没有较量，网上有传说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枭龙一到这个土耳其就压倒性的优势。后来我一看这什么报道，什么叫压倒性优势？还没开打呢。后来说是地面的维护一些纪律水平说巴方表现不错。我说这也不是飞机性能后来又有这个传说了，说枭龙6-2战胜阵风。我一看这个消息不能随便讲先核实一下网上有没有信源呢。后来一查这个信息来源呢，基本都是国内一些个这个公众号之间是抄来抄去，也是老套路标点符号连配图都在一块抄，你基本没谱。因为我发现传播这个消息的公众号连巴基斯坦派出几架枭龙都没搞清楚，派出的就是5架，结果这些公众号呢清一色说派出的是6架，还斩获了什么冠军之类的，那就不是一个比赛，哪来什么冠军呢？并且呢还说枭龙和阵风对抗的时候，双方都是巴基斯坦飞行员在飞飞行员水平一样，飞机不同就很体现飞机性能了。这又跟多数的公开报道不一样可信度相当存疑。为什么？因为这次演习中枭龙阵风根本就是一头的，他们对抗什么劲呢？估计呢又是某些公众号为了骗眼球狠狠吹了一把战果。其实呢如果说枭龙好不是不可以，枭龙 Block 3雷达也换了，性能也不错，挂上霹雳15，挂上霹雳10，只要战术比较好，跟那个阵风 F3较量一下，有机会占便宜是可以的。但是毕竟这个飞机呢，你要说这个飞行性能来讲，比这个阵风 F3肯定要差一些，比电子设备比导弹没准还好。但是枭龙 Block 2跟阵风 F3相比的话，性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只能是说枭龙 Block 2呢战术如果得当，并且支援体系比较好，比如说Block 2在一个截击状态，阵风呢是在一种信息相当封闭情况下，靠自己搜索目标、打击目标的这种突击状态，一个攻一个守，让枭龙占一点预警体系的便宜，那么枭龙 Block 2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另外呢，这次阿塞拜疆参加训练的时候，巴基斯坦方面肯定也是非常非常卖力，会把最好的飞行员派出来，因为这对巴方来讲是个好机会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抗演习，把米格29也顺便好好摸一遍，同时呢也是向阿塞拜疆展示一下我们枭龙性能不错，所以好飞行员一定要上，争取阿塞拜疆能够增加一些枭龙订单推销一举两得。其实呢枭龙 Block 2跟阵风之间到底比不比、打不打或者输赢什么的都不关键，关键是印度军方特别担心巴方通过这么一个对抗能够充分的接触到阵风战斗机，你的巴方飞行员在阵风上飞来飞去，就很有可能摸索到一套针对阵风的套路。而印度呢就这么几十架阵风，真要是被巴方摸秃了，那就真秃了。而且和巴方不一样，巴基斯坦的枭龙要升级那很快技术支援是相当方便容易获取的，想怎么升不行如果算上数量对比的话，印度更吃亏。巴方可以生产枭龙，要多少架还是个事儿吗？你印度要有更多的阵风，对不起，您只能掏大笔银子去买而且呢巴方空军以后还会升级枭龙 Block 3，印度就更没有机会通过这种战前的对抗演练去对新的飞机进行一个摸底和了解。
这还仅仅是枭龙的问题。如果巴方购买了比枭龙好很多的隐身战斗机，要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的阵风在巴基斯坦空军面前，那真的是就更加透明了。好，关于巴基斯坦空军枭龙在土耳其跟阵风的约会，能让印度多不舒服，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